1947年春，6名斯堪的纳维亚探险家穿越太平洋时，见到一件怪事。生活在深海的小乌贼，不知为何不断出现在他们船顶上。船员们很困惑，直到他们看到乌贼在海面上飞行了大约50米。靠岸后，人们几乎都不相信探险家的话。没有翅膀和骨头的海洋生物根本不可能飞行，更不用说飞越半个足球场了。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，更多的报道开始浮出水面。水手们描述空中的乌贼与摩托艇齐头并进。研究人员报告，捕获的鱿鱼一夜之间逃离了鱼箱。随着照相机的普及，海员们终于拍到这些头足类动物飞行的证据。但是这些海洋生物是如何能够飞行，以及为什么要飞行呢？虽然只有少数品种的乌贼被记录到飞行，但大多数乌贼穿越海洋的方式是相似的。乌贼身体的外面是一根巨大的肌肉管，称为套管。水通过乌贼头部周围的小开口进入肌肉管，然后肌肉将这些开口夹住。乌贼用力将水泵入身体底部，实际上，这使得套管成为一个微型喷气背包，以1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在水中推动乌贼前进。这也是乌贼的呼吸方式。乌贼的鳃位于套管内，从流经鳃的水中吸取氧气。凭借充满空气的鳃和充满水的套管，乌贼可以甩开捕食者并追捕猎物。某些种类的乌贼可以冲破海洋表面，并尝试进行史诗般的飞行。没有水的阻力，乌贼的加速度就像汽车一样，从0到100千米每小时只需要1秒多一点。乌贼以40千米每小时的移动速度迅速产生空气升力，但为了滞空，它们需要翅膀这样的东西。幸运的是，会飞的乌贼有办法。乌贼的触手是肌肉水刺，这意味着组织能通过肌肉张力保持牢固。乌贼将触手伸展成僵硬的形状，然后将它们变成灵活的翼状结构，稳定它的飞行。身体另一端通常用于轻微摆动的2个鳍，找到了新的用途，作为第2对翅膀。通过将这些鳍向下折叠，乌贼可以使自己呈流线型落入大海。由于观测资料太少，无法确定乌贼的典型飞行轨迹的模样。根据它们的飞行速度，一条10厘米长的乌贼大概可以在离水面6米的地方飞行。但从科学家的观察来看，乌贼往往会在靠近水面处滑翔。该轨迹能让乌贼在几秒的飞行中飞过尽可能远的水平距离。它还可以轻松地落入水中，以获取更多能量，或者快速躲避掠食性鸟类。但是乌贼为什么要飞呢？主流理论认为，飞行是一种逃避行为。乌贼似乎经常是在逃离附近的捕食者或船只时才飞行。其他研究人员认为，它们的飞行可能是一种节能迁移策略，因为在空气中快速移动比在水中需要的能量更少。然而，学习飞行也可能是度过成长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体型较小的年轻乌贼可能比它们较大的亲戚飞得更快、更远。而且由于成年乌贼往往会吃掉未成年乌贼，因此在海上飞行可以帮助这些年轻的乌贼活得更久。观看这些视频，不断学习，别忘了订阅，永远不要错过学习新事物的机会。